能人活着回去。别，你们别过来！我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！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杀我？谁让你是江家亲生的女儿？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胎，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1000年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是龙脊山的东皇钟，老祖宗终于醒了。为了这9声，我们世世代代等了1000年啊！帝都、桑家、宋家、南家，这就前往龙脊山恭迎老祖。老祖宗归来，拜神宴咱们也得尽快准备。我这就安排下去，5日后拜神宴必定震动整个帝都。这竟和1000年前阻我飞升的黑气同根同源。师尊，晚了，还是晚了。仙元溃散，再晚便魂飞魄散。我们救师尊！以4方之力，助4象封印，师尊神魂。我等世代守护，静待师尊归来。帮我，求你！看来要想查清楚这东西的来历，只能从他下手了。用的东西炖的汤都这么慢，没钱货，还敢偷吃！看老娘不打死你！女儿，别回什么狗屁江家了，你就留下跟老子过一辈子吧。替我回家。放心去吧，我自会满足你的心愿。在那里，快杀了他！他们身上竟然有黑气，原来是邪祟。过了1000年，本座的灵力也修复七七八八，是时候下山看看这个新世界。你们是谁？见过大小姐。大小姐？没错，您就是我们江家失散多年的大小姐江青离，我们是来接您回家的。看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刚才那个女孩了。也罢，我正好趁此机会帮她完成心愿。这就是1000年后的世界。小姐，这是老爷给您准备的手机。我的罗盘是动了一下吗？你看错了吧？老祖宗不是在龙脊山吗？如今 AI 科技、互联网发展不易。老爷，我打听清楚了，3大家族把拜神宴定在了5日后，请帖也只有京城前9的家族才能有。咱们目前还没资格拿到。要是这4连环能打开，江家就能去拜神宴，这是咱们江家最后的机会。可惜，我找了那么多能人巧匠，都无人能解。爹，打开4连环就能换取4大家族的一个诺言，这个传说流传了几百年了，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。如今4大家族只剩下3大家族了，也没人能打开。我知道你心急，可你不能病急乱投医啊。少平，你不懂，4大家族存续了1000年，
背后的力量远远不是你我所能想象的。大小姐回来了。这江家的龙窝酒倒是酿得不错，审美嘛，很一般。妹子，仙女姐姐，青离妹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大家可是等了你一整天呢。奇怪，没有黑气，不是她。妹妹为何这么盯着我？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你就是那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。江青离，别一回来就找幼荣的麻烦，江家这些年欠你的都会补给你的。补给我？我要的，只怕你们给不起。妹妹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这2天我就和珍珍搬出去，给你腾地方。幼荣，说什么傻话？你就和珍珍安心住下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二哥，你别说了。江青离，抱错孩子不是幼荣的错，她也是受害者。一个忍饥挨饿受尽欺凌，一个锦衣玉食20年，他反倒成了受害者。青离，都说乡下人淳朴善良。阿彻，够了。青离，一路辛苦了，欢迎回家。这就是江青离的哥哥了。大哥江思然，江氏酒业的 CEO， 年纪轻轻就位列福布斯榜单。二哥江思彻，顶流明星，全网粉丝无数，号称14亿少女的梦。三哥是个医圣，十分神秘，听说还在瑞士研究所。神仙小姨好，我叫珍珍。谢谢小姨，我很喜欢。没想到江幼荣这颗歹笋竟生了个好主。青离回来了就好，快让爷爷看看。如意四连环，这4连环乃万年的昆仑雪域所造，能抵挡诸多邪祟，储存灵力。各位师弟师妹，眼下和我4人之力，也只能暂保师傅封印不破，但师傅何时醒来还是未知。不如我们将毕生灵力都灌入4连环中，可保结界长存。妹妹，这可是帝都3大家族的东西，珍贵的很，妹妹可别为了出风头弄坏了。这本就是我的东西，我解开又有何难？胡说什么？乡下野丫头连书都没念过，知道什么是古董吗？真是张嘴就来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青离，爷爷知道你刚回来，想好好表现自己，但4连环可不是普通玩具，据说这上面有1000年前的神秘力量保护，非常人是打不开的。就是啊，妹妹，人要有自知之明。倘若我真能解呢？江青离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就连3大家族的人想解开都没那么容易，更何况你这个农村来的土包子。那是你们废物。你放肆！江青离，你竟敢这么和我们说话，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些长辈了？爸，您别生气，妹妹自小在乡下长大，教养肯定有所欠缺，再加上初来乍到，对我们没有什么感情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妹妹，你也真是的，爸和爷爷身体不好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伤害他们呢？快道歉，我可以替你。我没说错，为何要道歉？江青离，少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算你是亲生的又怎样？这个家你才是那个外人。我只有一个妹妹，就是幼荣，以后你对她说话客气点。阿彻，住口！青离，阿彻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大哥，够了，都是一家人，闹成这样传出去丢不丢人？你当真能解？当真？爹，你不能信他，他刚从乡下回来，能懂什么？爷爷，妹妹既然这么说了，就让她试试吧。看他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兴许真能解呢。我给你一个机会。爷爷，爸，怎么了，妹妹？你该不会根本就不会解吧？我自然会解，但我有个条件。看你就是在找借口拖延时间。爸，爷爷，让他解4连环就是在浪费时间。刚刚还口口声声说要补偿我，怎么现在连我一个小小的要求都满足不了？你想要什么？要你给我道歉。江青离，得寸进尺也要有个度。只要你能解得开这宝物，区区一个道歉而已，依着你。爷爷，您就这么由着这野丫头胡来？行了，她是你亲妹妹，
别一口一个野丫头的叫。更何况本就是你们誓言在先，但你要是解不开，那我就离开江家。你可想好了？当真能解开？我从不虚应。那你试试吧。我也是老糊涂了，竟然会觉得他江青离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阿彻，你放开青离！大哥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？你也看到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流传千年的宝物就这么让他给毁了。爸，爷爷，完了，一切全完了，江家也要完了，我就不该如此轻信他。我江家究竟造了什么孽，竟然生出你这么个孽女？这4连环关乎到江家的以后，你竟然就这么给毁了！你给我滚出江家！爸，您别生气，妹妹只是无知，应该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可惜了这么好的宝贝。江家本可以凭死跻身前世家族的，二哥和宋家大小姐的婚事说不定也……妹妹，你可害惨了江家啊！说的好像凭你们自己就能解开似的。江青离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知错，江家就不该留你。早知如此，就该让你一直待在乡下当野人。我何错之有？你们用哪只眼睛看见我毁了4连环？你还在嘴硬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孽障！慢着，你们看。我的空灵罗盘检查不到灵气啊，老祖宗会不会已经离开龙脊山了？喂，什么？江家打开了4连环？江家就是要娶月月的江家，不过是个不到100年的家族。江贵川是有点本事，但毕竟根基太弱，终归是暴发户一个，怎么可能解得开4连环？那丫头非要跟江家那个小子。先别说这些了，4连环的事非同小可，咱们必须得回去。偏偏这个节骨眼上开了，你说会不会是？确实有这个可能。这4连环千年来都无人能解，如今老祖宗刚回来就解开了，未免也太巧合了。这样，我让人先给江家送一份拜神宴的请帖，让他们务必带上解开4连环的人，孰是孰非，到时候自有分晓。回京城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东西是昆仑山雪域做成的，看着晶莹剔透，实则坚如玄铁。你是怎么知道这是昆仑雪域做成的？二少爷从小在京都长大，怎么也这么孤陋寡闻？你阿彻，住口！青离，不愧是我江家的血脉。青离啊，好孩子，刚刚是我们错怪你，爷爷替他们跟你说声抱歉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爷爷，你可是江家家主，怎么能向一个乡下土包道歉？看来二少爷少了些运气啊，连区区一个4连环都解不开。我那是好了，青离为江家解开4连环有功，来人，亥时开祠堂，认祖归宗。青离，给祖宗们上了香，自此你就真正成为江家的一份子了。我不跪，我怕他们成……你不信。快起来！还想让我跪吗？你混账东西！江青离，你放心，很快我就会让整个京城都知道你的名字。哥，妹妹现在入了宗谱，这个家以后会不会就没有我和真真的容身之处了？有容别怕，哥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是啊，有容，毕竟你才是和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，谁要是妄想赶走你和真真，我们第一个不同意。江青离，你记住，你现在可是江家千金的身份，代表的是我江家的脸，以后在外头注意点儿。那你要我怎样？给你跪下？逆女！妈妈，2楼右手边不是杂货间吗？你怎么让小姨住杂货间？你懂什么？你小姨才是真正的江家大小姐，不杀杀她的威风，指不定以后就是咱们娘俩住杂货间。还是
假千金，还敢在我面前嚣张？真假千金，妈妈，小姨是女主，你是小说里的恶毒假千金。让你嚣张，我让你闭嘴！以后不准给我上网。我又没说错。1000年了，终于过瘾了。2楼右手边还是左手边来着？这是我的房间吗？江青离，好喝。因为你解了4连环，宋家已经送来拜帝都江家到。老祖宗，莫急，老祖宗只有缕缕画像残存时间，如今也早就不知去处了。咱们还是静观其变，可不能闹了笑话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上不了台面的前妻吗？你们一家子还真好意思舔着脸来啊！这拜神宴什么时候也允许江家这种不入流的门第来了？该不会是用了什么不入流的手段吧？不劳你这个外人操心，我们自然是4大家族请来的。爸爸，起开！傅少廷，你太过分了！再怎么说，珍珍也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少在这里胡言乱语，谁知道这孩子的来历？别玷污了我傅家的血统。傅少廷，当初珍珍的 DNA 报告已经给你看过了，当着孩子的面，你要是再敢这么羞辱幼荣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少跟我提这事儿，你还有脸说？你小子伪造一份假的报告，轻而易举，真当我傅少廷是冤大头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当初幼荣出嫁，我们江家足足抬了10箱嫁妆，还有这么多年接济你们傅家的，我就不算了。如今2人离婚，我们也没有强迫，又何必当着孩子的面这般难看？什么嫁妆？我根本就没见过！你一把骨头了，撺掇着家里的小辈勾搭京东名门，不就是为了往上爬吗？你笑什么？看我们家被嘲讽，你很开心吗？大爷爷，我早就说了，他和我们根本不是一条心。妹妹，就算你这些年都在山里长大，和家里不亲近，也不至于这个时候落井下石，向着外人吧？2个蠢货！难怪江家100年都没有兴起，原来是一群软蛋。你想干什么？这是在山里拧过钢筋，还是空手揍过熊啊？你竟然敢打！我只是替你父母教教你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母，你还得管我叫一声妈呢。来，叫我听听。我们傅家可是京都前10的家族，如今4大家族的族长可都在这里。你敢打我，你们江家完了！几位族长，你们可都看见了，是他们江家先动手的，他们根本不把4大家族放在眼里。青离，你放肆！4位族长误会了，江家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都怪我管教无方。这蠢丫头从小在山里长大的，没人教过规矩，冒犯了几位。等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。我江青离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们不用怕他们。江青离，你快闭嘴吧！竟敢对4大家族不敬！你一个村姑肯定还不知道4大家族的实力吧？他们动动嘴皮子就能让你们江家在京城活不下去，还不赶紧跪下道歉？光跪下道歉有什么用？来，从爷爷这儿钻过去，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们江家一毛。哪条狗在犬吠？你刚才光顾着打主子了，忘了打你们这条狗了。刚刚那一巴掌是替珍珍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我姐姐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江家打的，这降龙10巴掌是替你们爹妈打你们这些不孝子的。他这是在帮我们。小姨太我弄你！我弄你！都给我住手！宋族长，分明是他们！拜神宴容不得你们在这里胡闹！谁要是敢毁了拜神宴，4大家族定饶不了他。何况江家打开了我们老祖宗留下的4连环，
江老爷，这如意四连环是谁解开的？是他。小姨，珍珍，小姨和你玩一个游戏，你扮演小姨，小姨做的事就是你做的事儿，你赢了，小姨就满足你一个愿望。这江千宁到底要干什么？江有柔，你难道不想打脸傅家人吗？对对，确实是珍珍解开的四连环。你确定这么小的娃娃能解开的？是，我们家珍珍也只是随便玩玩，不就是个破四连环吗？有什么好嘚瑟的？那玩意儿我也能解开。没见识的东西！如意四连环可是我四大家族最为重要的宝物。什么？这么个牙都没长齐的小孩竟然能解开如意四连环？骗人的吧？这小孩该不会是四大家族的老祖宗转世吧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江家要真有这个能力，怎么可能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？想靠这么点的孩子上位，手段真卑劣！这么珍贵的宝贝怎么会落到江家人手上？我看那四连环根本就是假的，连狗都能解开吧？你放屁！这如意四连环是宋族长传给宋大小姐，又由宋小姐送给我儿子彻儿的定情信物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那就是解开四连环的另有其人，是你们江家冒领功劳。我听老一辈说过，老祖宗沉睡时刚刚不过20出头的年纪，这孩子怎么看也不是20出头啊！而且线报不是说是那个农村来的女孩解开的四连环吗？老南，我记得罗盘不是能感应到老祖宗的气息吗？快探探这孩子身上有没有那股气息。京城四大家族桑、宋、欢、南拜见老祖宗。这小丫头究竟是开什么玩笑？堂堂四大家族族长，竟然向一个几岁娃娃行礼，还叫他老祖宗！小姨，珍珍别怕。四位族长，你们没搞错吧？这小可爱就是个大聪明，而且才几岁大，怎么可能会是什么老祖宗？住口！当着我们四家族的面，胆敢羞辱我们老祖宗！四位族长，冤枉啊！我绝对没有对老祖宗不敬的意思，你们听我解释。傅少廷，你当我们都是瞎子聋子吗？再胡搅蛮缠，你们傅家将休想踏进京城半步。来人，把傅少廷拉出去！珍珍，我是爸爸，你别害怕，爸爸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替爸爸向四位族长求求情好不好？这个时候你倒认真真了。刚刚是谁口口声声说珍珍不是你女儿的？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你给我让开！这是我的家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滚！珍珍是我外甥女，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傅家有如今下场，都是你自找的。想救傅家，不如我给你指条明路。什么明路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初的我姐姐和你离婚是净身出户，这些年你霸占着他们母女的东西也该还回来。签下这份字据，归还我姐姐的那一半财产，并且从今往后你和珍珍再无半点关系。他这是在帮我。好，我签。这样就可以放傅家一条生路了吧？我只说归还财产是一条明路，可没说你签了傅家就没事了。四位族长吐口吐沫一个钉，想要傅家没事，还得他们开口才算。他的，你这个敢耍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混蛋玩意儿，想对我妹妹动手，我看你是没挨够揍！姓傅的，你真以为我们江家人是吃素的吗？我警告你，以后再让我看见，见你一次，打你一次！你们，都给我等着！
谢谢，但别以为这次帮了我，我就能接纳你。好了，这些事儿翻篇了。月月这2天刚回国，你们还没来得及去看看她吧？正好宴会结束之后，一起去宋家看看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答应啊！哦，好，谢谢宋伯父。你也跟着一起来吧。宋组长，你住在这里这么多年，难道没有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吗？臭丫头，你在家里胡说八道惯了，在这儿也敢乱说，嫌命长吗？爸，你先听庆黎把话说完吧。哪里不对劲儿？这家里不太干净。江庆黎，你给我闭嘴！宋组长，从刚才宴会上我就见你印图发黑，面色憔悴，应该是常年睡眠不足和精神压力紧张导致的。你应该已经见过他了吧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在山上偶然遇见个道士，学了点皮毛混口饭吃。宋组长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不过就是些哄骗的歪门邪道手段，别理他。回头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青离，还不赶紧跟宋组长道歉？让我道歉，恐怕他受不起。你爸，江叔，阿彻，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了呢。月月回来了，前段时间你在国外，阿彻这臭小子还天天念叨着想你呢，连工作都心不在焉的。要不是我档期排不开，肯定飞国外去找你。那可不行，我和粉丝们还都等着看你的新剧呢，你就好好拍戏，海外剧宣我都帮你安排好了，这次一定能再火一把。月姐姐，我听说你这次从国外回来，得了松石老人的一幅字。松石老人的字画可是千金难买，正好我这个妹妹也对字画有一些研究，不如拿出来给我们看看，也让我们开开眼界，好不好？这个江佑荣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。你就是阿彻那个从山里回来的妹妹，你研究过字画？不算研究，但肯定比你那松石老人强。妹妹，我看你在山里别的没学会，吹牛的功夫倒是炉火纯青。松石老人的字千金难求，你竟然敢说比他佑柔，不许这么说青离，他刚回来，对京都还不熟悉。大哥，你怎么对他这么上心？别忘了，佑荣才是和我们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妹妹。论感情，佑荣和我们最亲近，你能不能别胳膊肘往外拐？这可是松石老人的得意之作《观沧海》，是我花了2个亿求来的，准备送给爷爷当礼物呢。不愧是松石老人的字，笔力矫劲，气势恢宏。江青离，好好见见世面。你要是能写出比松石老人还好的字，母猪都能爬树了。是啊，妹妹，这书画大师的作品我们可都有目共睹。你既然敢自称自己写的比这还好，倒是让我们瞧瞧啊。青离，这事关江家颜面，你向几个姐姐认个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拿笔墨来。稳而不俗，显而不怪，老而不枯，润而不肥，八面出风，妙，妙啊！丫头，这字你跟谁学的？也是跟教我算命的那个道士学的，随便写写而已。竟然有这种高人，改日我还真想见见这位道士。你现在已经见到本尊了，写的再好又怎么样？你看看自己写的什么，母猪上树，低俗不堪。不是你们说的，我要是能写出这么好的字，母猪就能上树吗？现在我写出来了，母猪自然也就上树了。狡辩！宋组长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行告辞，改日再来拜访。等等，不如今天就住。也好，你们路上小心。老祖宗就拜托你们多费心照顾了。往后若是有什么需要的，只管开口，我们4大家族一定竭尽所能。这酒不错，江少平竟然偷藏这么多好酒。
你来了，来陪本座喝一头。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不要。谁带酒窖？谁竟敢大半夜闯进来偷酒喝？你们知道这些酒都是先生的宝贝私藏吗？赶紧出来，别让我抓到你！是我，大少爷，怎么是您？睡不着，喝点酒助眠，有问题？没，只是这些酒。王叔，我是江家的大少爷，喝酒也需要向你汇报吗？大少爷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您慢慢喝，我先回去了。青离，我没事，我有些困了，先回去睡了。我真是疯了。你的意思是她不是真正的大小姐？消息准确吗？绝对准确。你干什么？对不起，老爷，我只是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有什么事比服侍好我们更重要？说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怀疑大小姐并非真正的大小姐。王叔，你知道胡乱说话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我也是刚知道。是王叔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当初这土妞的身份可是你亲自查的，怎么会？王叔，是不是你记错？回几位少爷，我没有胡说。昨天晚上我在酒窖外亲眼看见大小姐喝得醉醺醺的从里面出来。之前您让我寻找大小姐时，我也调查过，大小姐性格乖顺听话，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。可是，花叔，你有证据吗？自然说的没错，没有证据不可随意污蔑别人。大哥，爷爷，现在我们也没有证据能证明楼上那个女人就是江青离吗？要我看，不如做一次 DNA 鉴定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们已经找到了青离小姐乡下的养父养母，请来看一看，自有分晓。刘妈说的对，反正只是看一眼，图的是个安心，相信妹妹也不会责怪我们的。万一不是，也好及时拆穿某些图谋不轨的人。这两人在搞什么名堂？故意引着大家这样看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妹妹，我们准备请你乡下的父母前来，答谢这么多年对你的照顾。妹妹不会连自己的养父母都不认识吧？原来如此，看来他们已经有所怀疑，故意用养父母来试探我，就是想逼我露出马脚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不会是心虚，根本不是真正的江青离吧？你别急，先听青离解释。我相信你是真的，不过是见一见养父母而已，又不会少块肉。该不会你真的不是？那这样，你可就要被赶出江家了。我不想见他们。青离，他们毕竟将你养大，你若执意如此，爷爷也帮不了你。爸，您别跟这个冒牌货说这么多废话。来人，请何家夫妇等等。你怎么敢对长辈们这么无礼？爸、哥哥、爷爷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种货色怎么可能是江家人？你又是个什么货色？你顶替我在江家锦衣玉食了20几年，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对我的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先坐下。那又怎么了？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也把你养大了，每天吃不饱穿不暖，天不亮就要起来干活，稍有不慎就是一顿毒打。我的好姐姐，那时候你在哪儿？幽柔，这土娘说的对，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。二哥，你怎么也……幽柔，够了！这些年是江家对不起你，你放心，
爷爷会给你主持公道的。把人带进来。是，老爷。喂，江老爷、江少爷和江小姐好。你们就是土妞在乡下的养父母？江少爷有事儿尽管吩咐，我们夫妻俩绝对尽心尽力。你们两个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不是你们的养女？你们可要好好看清楚。青离，这怎么可能？江青离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！那死丫头打了我之后就跑了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儿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江青离。你们也不想惹上人命官司吧？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你们自己掂量。怎么，你很意外？小姐说笑了。既然现在已经还了我的清白，你们是不是还欠我一个道歉？江青离，我们毕竟是你的家人，你让长辈们给你道歉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了？刚刚质疑我身份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没想过后果呢？妹妹，爸和爷爷毕竟是你的长辈，如果要道歉，就让我替他们给你道歉吧。对不起，妹妹。当然要道歉，要不是你在旁煽风点火，会有现在的事吗？江青离，你有点过分了。佑荣也不是故意的，你为难他干什么？江家怎么会有你这样不明是非的蠢货？江青离，你怎么跟你哥说话的？你看看佑荣多懂事儿。住口！我还没死呢，江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？都给我向青离道歉！对不起。那你们两个呢？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是我们有眼无珠。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这酒不错。我知道。青离啊，青离，你不会是感冒了吧？我怎么知道他真的认识？这废物！当初你不是说江青离已经掉下悬崖死了吗？当时他不小心脚下一滑就掉下悬崖了，还有几个兄弟下去找了，没找到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但是那悬崖这么高，掉下去肯定会摔死的。现在这个肯定有问题。够了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知不知道因为你，我在江家的地位差点就不保了，还差点连累了我女儿佑荣。王管家和江佑荣竟然才是亲生父女，看来江青离的死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我现在就让你们去给江青离谢罪。罢了，主人的力量也快彻底恢复了。是。主人，看来王管家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，说不定和我查的黑气有关。且放你们一马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。佑荣，怎么了？大哥，傅少廷约我见面，想谈谈财产公证的事情，所以我想麻烦你帮我去接一下珍珍放学。这……大哥，既然有事儿，我去吧。你？好吧，
神仙小姨，走吧，小姨接你回家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老祖宗别怕，我们是宋家的人，我家夫人有请。他找珍珍做什么？不便多说，但我们不会伤害老祖宗的，请二位跟我们回去一趟。有人吗？宋组长，宋小姐。小姨，我怕。珍珍别怕，小姨保护你。老祖宗，江小姐，随我来。夫人找我们究竟何事？夫人现在有事，不必见客，请二位先跟我去客房等待。好。马上12点了，切记12点之后不要随意离开房间。一会儿不管听到任何异响，都不要理会。哎，等。看来这宋家确实有秘密。来了。大胆邪怒，本尊在此，还敢放肆！是宋家对不起我们，我们要让他们偿命。此事与你一个外人无关，滚开！外人？你们是宋家的？少废话，我们只要宋家偿命，你敢插手，休怪连你一起杀了！好大的口气，给本座退下！老祖宗的气息怎么会出现在宋家？我们走。这话该由本座来问你才是。小姨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珍珍，快让开！小姨，救我！还好只是中了邪术。乖徒儿，为师借你香火一用。你是谁？不要过来！不要碰我！不要过来！我也是逼不得已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不要扫我的命！你不要怕，告诉我那股黑气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们都是来索命的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日夜受罚？明明我也是被逼的，我是被逼的，不关我的事！你冷静一些，谁在逼你？逼你做了什么？宋家不知道从哪一代开始，忽然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
那就是女孩会带来厄运，所以宋家子嗣必须是男孩。一旦怀的是女孩，宋家接连发生怪事，无奈之下，几位宋家的长辈们便下令将所有抛出的女婴尸体都封印在坛子里，有各位列祖列宗镇压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段时间封印忽然松动，那些怨气开始每晚都骚扰我们。荒谬！宋家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规矩？你说宋家将所有女婴抛出封印，那宋小姐？月月，其实不是我和镇山的亲生女儿，我曾经也有一个亲生女儿，被宋家长辈们逼着。所以刚刚那个小女孩其实是你的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她，可我也是被逼的。那些逼着我堕胎的宋家长辈都被他们索去了性命，下一个就轮到我和镇山了。老祖宗，我求求你救救我们，求求你别让他们来索我的命，我知道错了。老祖宗说过，世事因果相连，喜女因宋家起，自然也无法离开宋家。方才他虽抹消了他们，但不能保证宋家这么多年的业债不会再招来别的东西。只要你和宋族长带上这个吊坠，可保你们暂时平安。怎么会在那里？老祖宗，是你？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罗盘不是只认老祖宗吗？南无天，你的罗盘坏了！不可能，这罗盘可是老祖宗当年亲自传给我南家的。是他，多亏了老祖宗出手，这才解决了邪祟，救了我和老夫人一命。没错，就是我。多谢老祖宗，我夫人怎么样了？这些天被怨气侵蚀，身体难免会受影响。不过有保命符在，休息一段时间便可无恙。你二人切记，那葫芦吊坠不可离身。哦，这些都是老祖宗告诉我的，有什么话我代他转达就好。多谢老祖宗救我宋家一命。你们都是老祖宗的徒孙，老祖宗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只是那怨气积攒了100余年，凶狠狡猾异常，你们不是对手。想彻底保住去宋家，还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根本？从你这一代开始，便废除了喜女的陋习，也多亏了你，没再让宋家的罪孽变得更重。往后你和邓翠翠只需给这些喜女立碑入宗祠，每日潜心念经超度即可。是，多谢老祖宗。恭送老祖宗。老宋，想什么呢？我总觉得这个江青离不一样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你想多了吧？她一个山野丫头，能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也不清楚，但还是谨慎些好。来人，立刻通知江家，就说我已经同意月月嫁给江思彻，立刻。青离，你和真真去哪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吧？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不必担心。我就说大哥你是多余担心，指不定这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拉着真真跑哪儿玩去了。是吗？昨晚是谁急得差点发微博了？我那是担心真真，我看你才是最担心的那个吧。好了，青离你也是，真真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跟你姐姐交代？傅少廷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傅少廷，你放开我！啊！傅少廷，你竟然还敢！怎么又是你们？滚开！别妨碍老子的好事儿！傅少廷，这里是江家，不是让你撒野的地方。你敢动我妹妹一下试试？当初可是你们自己要分财产的，现在看来
你们是不想要了是吧？老宋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有老祖宗的护身符在，翠翠不会有事的。是啊，都怪那黑气太过厉害，千年了，咱们竟然丝毫拿他没有办法，也查不出源头。是我们自己学艺不精，没能将老祖宗和4位祖先们的玄术传承下来。族长，何事如此慌张？这东西刚刚凭空出现在院子门口，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画上到底画了什么东西？这不是江家那个走散又回来的丫头吗？好像是叫江青离，她怎么会和我们的祖先们出现在同一张画像里？难道她才是？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她有点不对劲，或许是我们太过相信法器了。走，去江家。傅少廷，既然你今天是要归还财产的，财产呢？你干什么？有容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不能没有你和珍珍，我们复婚吧。傅少廷，当初离婚是你先提的，珍珍也是你不认的，现在想求我原谅，未免太迟了。我承认我不是人，我是个畜生，当初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你们娘俩的事儿，现在我诚心改过，所以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今后好好补偿你们？珍珍，到爸爸这儿来。傅少廷，你这演技……我没演啊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傅家现在应该已经破产了吧？想靠着求和来缓解傅家现在处境，你找错人了。少坏老子好事，不然老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有种你试试。傅少廷，你是不是当我们几个是死人啊？傅少廷，我奉劝你冷静，傅家已经破产了。你要是不想让傅家上下几十口人都饿死，就给我滚出江家。就是，就算你和佑荣复婚了，你以为4大家族会放心让珍珍待在你身边吗？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江佑荣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到底跟我复不复婚？做你的白日梦，我是不会和你这种人渣复婚的。好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珍珍，小姨救我！经理，珍珍，珍珍，你怎么了？看来又是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在作祟。是你，王管家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刚刚应该也看到了，珍珍身上有一股黑气，不觉得和大小姐刚回来的那一天遇见的黑气一样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大少爷您不是也看见了吗？自从大小姐回来后，脏东西接二连三祸害江家。我看应该不是单纯被人招惹进来，而是这屋里……王叔，你在江家的时间也不短了，你可知道胡说八道的后果是什么？大少爷，您好好想想，她如果不是邪祟，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是怎么能把副总一掌拍飞的？您如此维护这个邪术，该不会是被她给蒙蔽了吧？对，我这身上的伤可是实打实的。从拜神宴我就怀疑这娘们邪门了。你闭嘴！你笑什么？我是在赞叹王管家厉害。
区区肉眼凡胎，竟然也能分辨出是人是邪祟。你该不会真的是……你说的对，江家确实有不干净的东西，不过不是我，是你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们可都亲眼看见你出手了，现在被揭穿了，开始向我这个无辜人泼脏水，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？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不是邪祟？我自有办法。听说邪祟惧火刑，只要大小姐能经得住火刑，就能证明你不是邪祟。你疯了！现在可是21世纪，不是在古代，更何况别说是邪祟了，人被火烧一遍都得没命。二少爷放心，消除邪祟的火不是一般的火，普通人是不会被伤的。爸，你别信他，青离不可能是邪祟，他是江家人，而且他还帮了我们这么多次。先生，您才是一家之主，您做出的决定都是为了江家。够了，青离，不是爸有意怀疑，毕竟你身上有太多无法解释的事，总得让我们确认一下才能放心。更何况王管家也说了，如果你是普通人，是不会受伤的。你可真是一个好父亲，做你的女儿真可悲。放肆！我是你爸，谁允许你这么跟老子说话的？我还不都是为了江家好？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江家，那我便接受火刑，以此证我清白。如若我并非邪祟，王管家，你打算如何道歉？那我就当众向你下跪赔礼，并离开江家。好，青离，不可以！大少爷，都这种时候了，您还帮着这邪祟，看来你也要好好去晦气才行。去你的狗屁火刑！你再一口一个邪祟叫着，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去见邪祟。够了，不是要火刑吗？来吧。为什么要为了别人一句污蔑，连命都不要了？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大小姐，委屈你了。哼，你以为你还能嚣张多久？垂死挣扎的蛆虫罢了。大小姐，请吧。我倒要看看你背后的主人。小姨，太危险了，不许过去！啊！这臭丫头竟然咬我！真真，坏人，不许伤害我小姨！真真，回去。小姨，你别怕，真真保护你。思然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真真拉走！思然，大舅舅，你能不能救救小姨？真真乖，舅舅答应你会把小姨救回来的。你先回房间等我们好吗？大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我看这架势，恐怕爸是真的铁了心要火烧这臭丫头了。她毕竟是江家人，青离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都给我住手！你没事吧？无碍。四位组长，你们这是？我们还想问你呢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？四位组长，我们这可是在为民除害啊！这个女她不是人，是邪祟，你们可要离她远点，别被她伤到了。桑组长，您打我干什么？又是你这个东西！看来傅家是真的不想好了。也好，我现在就成全你。桑组长，您误会了，是江家最近不太平，我们这是想驱除一下晦气。驱除晦气？那你怎么不上去？姓江的，我念你儿子和我女儿在一起，所以处处给你留面子。结果你今天给了我好大的惊喜啊！宋组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都是他，这都是他的主意，说这样才能驱除。同样的招数，你以为我还会再上当吗？看来我猜的果然没错，这些黑气都是你的精血喂养出来的。
祸害江家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你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我踏进江家的那一刻起。哼，你果然聪明，不过再聪明也没用，你们阻止不了我们。还有谁？你背后的幕后黑手？你们的计划究竟是什么？想知道，有本事抓住我呀！混账东西！1000年前让你逃了一次，1000年后可不会再放任你逍遥法外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逃得了多远。你不是想逃吗？继续逃啊！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哼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你果然不是一般人。你不是江家真正丢的那个野丫头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宋家的黑气是不是你在搞鬼？是我又如何？你以为你杀得了我？做梦！小姨，珍珍，危险！你都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掐死他！你以为我会怕吗？哼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！不要伤害他！你要杀就杀了我！傻闺女，我怎么可能会对你动手？你说什么？你们这群蠢货，被老子耍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是幼荣的？这恐怕得问王管家自己了。事到如今，也瞒不住了。没错，我才是幼荣的亲生父亲。你说什么？姓江的，难道你就没想过，为什么你一直捧在手心里当做心头肉的宝贝女儿，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你就没怀疑，为什么你的亲生女儿江青条会流落荒山呢？是你！哼，蠢货，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晚了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年是我调包了幼荣和江青离，然后把江青离扔到荒山自生自灭。谁知道这丫头竟然活下来了！老王，这些年宋家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的良心呢？收起你那副虚伪的嘴脸。正是因为你们宋家比我们家有钱，所以我才更要把自己的女儿塞到江家，让她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你以为只有我利用你吗？你的好女儿不也一样在利用你？哦，不对，她可不是你的女儿，你的亲生女儿早就已经死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青离，你难道不是？忘了告诉你们，自从你们让我四处留意江青离的下落时，我就在暗中派人杀了他。就在他回江家的那一天，我派人去截胡，他坠下山崖，现在尸首应该早就被狼吃干净了吧？难道你不打算亲自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吗？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是江青离，我是受他所托，替他报仇的。不要伤害我女儿！你放开我！没看见珍珍有危险吗？你冷静点，青离，他不会伤害珍珍的。哼。
真真，妈妈，我没事，是小姨给的镯子救了我。谢谢。送丧欢南四大家族，恭迎老祖。4位族长，你们叫他什么？老祖宗？没错，这才是我们真正一直在寻找的老祖宗。那真真是，之前是我们弄错了，再加上老祖宗本人似乎也有意不想与我们相认。之前是担心打草惊蛇，所以才借了真真一用。抱歉。这不可能，真真不是老祖宗，这个女人才是！我苦心计划的一切都完了，傅家也要完了！傅少廷，我说过了，你敢对老祖宗不敬，我让你傅家吃不了兜着走。从今天起，傅家不许再踏足 A 城一步，滚！你带着真真跟我去一个地方。这是……这是真正的江青离的灵牌。所以，他真的死了。拜你亲生父亲所赐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怕真正的江家千金回来，江家就没有我和真真的容身之所了。我费尽心思，也只是想把你赶出江家，并没有想过要你的命，更不知道我的亲生父亲竟然是王管家。人已经死了，道歉也没有用。即便我有天大的神通，也做不到让凡人死而复生。这是你和你父母的罪名，也必须由你们来还。真真，真真，去给你小姨上炷香。小姨不是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吗？真真啊，那位也是你的小姨，我们两个永远都是最疼爱你的小姨。乖，去和小姨打个招呼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我，她应该会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。经过这些事儿，我也没有脸面继续待在江家了。我想好了，我会带着真真离开江家。你考虑好了就行。妈妈，我们要离开小姨、舅舅们和姥姥姥爷吗？真真不想离开这里。听够了，出来吧。你都听到了，我确实并非你的妹妹江青离，我乃千年前玄门老祖青离，只因渡劫飞升，被那黑气偷袭而陷入沉睡，是你的妹妹江青离意外唤醒了我。抱歉，这是我欠她的。总之，我的真实身份还请你替我保密。青离，先前的事是我们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咱们今后还是一家人。对，好妹妹，你刚刚简直帅炸了！你那招歘歘歘手上就能冒出一堆金丝的招数，我能学吗？老三，干嘛？这简直是违背科学常理，我研究一下还不行吗？无妨。
那个孩子是谁？我为什么会有他的记忆？你来了。那些记忆碎片，那个雨夜的孩子是欢博，对吗？千年之前，我途经破败村落，在尸堆里捡到了濒死的欢博。他无依无靠，我便将他带在身边，教他术法，伴他成长。他与我是弟子，是亲人。只是没想到，千年时光逝去，老天竟让我和他再次遇见。或许这就是命运吧。当年的玄门4大弟子，兜兜转转，如今只剩了你一个。可相处日久，我看清的是眼前的江思然，而非千年前的欢博。老祖，黑气有线索。无妨，不是外人。老祖，黑气的线索有了重大突破。那些黑气来自于一个叫深渊的组织，而那个王管家其实是潜藏多年的深渊组织底层成员。自出逃后，便一直暗中操控邪祟作祟，四处散播黑气，扰乱人间。最新一起变动出现在城西高档公寓，听说每到深夜，便有凄厉女童哭声传出，已有多位住户被黑气侵染，精神失常，行为癫狂，事态已失控。怎么了？这是江氏的公寓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此行凶险，邪祟与黑气皆非寻常之物。你如今尚未完全觉醒前世力量，贸然前往，太过危险。正因为危险，我才更要去。我既是欢博的转世，1000年前我伴你左右，1000年后，我也有义务和责任保护你，绝不会再让你独自面对凶险。罢了，你务必跟在我身侧，不可擅自行动，一切听我指挥。这地方阴气太重，你小心。深渊的黑气已侵染整栋楼，怨灵被操控，极具攻击性。跟紧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在13楼，我能感受到黑气的源头。刚才有东西过去了。是怨灵被黑气禁锢，失了心智，别直视他的眼睛。这些黑气以怨灵怨气为食，越靠近房间威力越强。这既是江氏的企业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知情？江思成，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你疯了！谁让你替我挡的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凡人之躯？我说过要保护你的。我也说过，让你跟在我后面。傻瓜，你要是受伤了，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。现在跟不是你计较的时候，等出去了，我再好好跟你算账。好。
他被折磨太久了，心智已乱，强行超度会激怒黑气。我要窥探他的记忆，找到禁锢的根源。你替我护法。护法？我不会啊。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？当然，主上说了，这回若是不成功，你和你的家人都将灰飞烟灭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哼，我服侍主上100年，还轮不到你来提醒我。谁在那儿？原来是一只小耗子溜进来了。他能看得见我？妈妈，我疼。主上，100年时间，你们2个还是这么粗心大意，本座不希望日后再看到这些尾巴。谨遵主上教诲。看来有位故友拜访了。青离，青离！刚刚见你情况不对，你看到什么了？是王管家杀了他，不过那……1000年了，你还是找上门来了。都怪属下办事不力，主上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不必，留着他才有意思。按原计划行事，本座要亲自会会这位老熟人。你脸色太差了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先处理好孩子的事，此地怨气不散，会滋生更多祸患。尘缘已了，冤屈得雪，放下执念，入轮回吧。姐姐，谢谢你。去吧，下辈子平安喜乐。姐姐，我听到他们说话了，就是那个害我的坏人和他的主上，他们在找一样东西。你还听到了什么？极阴之地。他走了。刚刚他说的往生莲还有极阴之地是什么地方？往生莲是镇压3间界戾气的神物，极阴之地或许和深渊组织的老巢有关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王管家还在逍遥法外，深渊组织的阴谋才刚刚开始。我们先找到王管家，顺藤摸瓜，查清楚他们的下一步计划。此地已安全，我们先离开，明日便追查王管家的下落。妹儿啊，这是我全网淘的驱邪顶套套装，青离用得着，再厉害也要防患于未然。再说了，下次老妹你去查那什么黑气，必须带我，我给你们当随行医官，还能顺便收集素材写论文。别动，测温。你这东西从哪儿拿出来的？我可是持证上岗的天才医圣，
随身带装备是职业素养。我发现，自从上次王管家的事之后，阿恒这儿好像不太好了。江思然，别以为你是大哥就了不起，信不信我把你书房里的绝版手玩全捐了？你反了你了，还敢威胁你哥？哎！我好歹是天才医生，给我点面子，面子啊，哥，错了。行了，思然，别欺负思恒了，他也是关心青离，难得有这份心。宋组长，我需要你帮我调查一件事。那黑气似乎在找往生莲的线索。根据公寓的院领所说，深渊组织极有可能在极阴之地。我需要你们帮我查清楚往生莲和极阴之地的位置。往生莲乃传说中可逆转生死、镇压戾气的至宝，极阴之地更是阴气汇聚的凶煞之所。那黑影究竟是何方邪祟，竟要寻这两样东西？黑影来历不明，周身裹挟着蚀骨的阴煞之气，修为深不可测。眼下唯有抢先找到往生莲，方能遏制其阴谋。我宋家传承1000年，藏有一件青铜古镜，此镜可映照天地灵脉，追踪天地间奇珍异宝的气息，说不定能查到往生莲的位置。那古镜现在在何处？一直供奉在我宋家老宅内，但老宅藏于深山村落之中，路途偏远，需亲自前往取镜。好，咱们立刻动身。慢着，你这段时间持续耗损灵气，身体免疫力下降，就这么过去，我担心你的身体状况，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。放心，我的身子骨没那么弱不禁风。还有我呢，我也要去。我是医生，能照顾青离的身体，还能应对突发的伤病。阿恒，别胡闹！凭什么大哥能去？听话，在家待着，我们很快回来。怎么什么都要跟我抢啊？我哪点比不上他？宋叔叔，可算把您盼回来了。这是我准女婿的兄妹，我和江家恰好有个项目，带他们来采采风。一路辛苦，快请进村歇歇。杨真，此次我回来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祠堂里的青铜古镜。什么机密古镜，只要拿到手，我就能一辈子荣华富贵，再也不用待在这穷山沟里。好强的灵力波动，是青铜古镜。动静这么大，怕是有人动了古镜。走，去看看。放肆！谁敢擅动青铜古镜？青儿，我的青儿啊！你怎么变成这样啊？你醒醒！苏阳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此人是谁？大族长，这是犬子宋清啊！他体内的阳气被尽数吸干，经脉受损，生机正在快速溃散，如今已是命悬一线，撑不了多久。宋阳真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好端端的，你儿子怎会变成这副模样？又为何会独自出现在祠堂里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方才我在家中听到祠堂这边有奇怪动静，匆忙赶过来，就看见青儿倒在地上，变成了这副样子。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不清楚。此事定然与青铜古镜脱不了干系。宋村长，
眼下救人要紧，烦请借青铜古镜一用，我需查探其中缘由。不行，这古镜乃是宋家世代守护的宗祠至宝，关乎全村气运，岂能让外人随意触碰？万万不可，绝对不行！杨真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眼下事关青儿性命，甚至牵扯到全村安危，你休要胡闹！再固执下去，一旦出事，谁也承担不起。这便是我们宋家镇守祠堂的青铜古镜。奇怪，此镜灵力稀薄，纹路清浅，与方才祠堂残留诡异灵力气息截然不同。宋先生，你确定这便是镇压祠堂的青铜古镜？千真万确，宗祠里世世代代供奉的就是这面镜子，一直都未曾换过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宋清周身阳气被强行稀释，命脉与古镜紧紧相连，他的住处或许会残留相关气息与线索。宋村长，麻烦你带我们过去一趟。青哥明明约好拿到古镜就来会合，这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半点消息都没有，该不会真的出事了吧？我早就说了，不该打宗祠东西的主意。那镜子邪门的很，一看就不能碰。咱们别等了，还是赶紧走，万一被人抓到，咱们谁都跑不掉。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现在半途而废，之前做的一切不都白费了？别啰嗦，跟我进去看看情况。他住处并无异常，也没有强行带走或主动离开的痕迹。那股诡异的灵力气息究竟藏在何处？他生机溃散的速度在加快，再拖下去，即便寻到线索，也无力回天。青儿，是爹对不起你，是爹没看好你，你可千万别有事儿啊！族长大人，求您救救青儿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。目前宋清变成这样的原因还未查明，我也不能贸然施术。村长，不好了，大柱跛子不见了！快走去看看。村长，这是大柱的鞋，他怎么会把鞋落在这儿？还有刚才那青光，太吓人了！什么青光？刚刚宗祠里闪过一道特别刺眼的青光，我们过来查看，就看到现场只剩下大柱的鞋了。宋清昏迷在祠堂，大柱和跛子也突然出现在宗藏，这三人之间一定有关联。可他们为什么都会来祠堂？难道是为了青铜古镜？宋村长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继续隐瞒下去吗？我没有隐瞒什么，我是真的不知情啊！不知情？青铜古镜气息阴邪躁动，宋清机快散，命悬一线。大柱和跛子至今失踪被困，生死未卜。我们晚一步查明真相，便是在耽误3条鲜活的性命。你若再继续装聋作哑，一意包庇，休怪我不顾情面，不留余地。我说，我全都说是我家青儿，是青儿她一时贪财，鬼迷心窍啊！竟然是宋清，他平时看着挺老实的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儿？大柱和瘸子那两个小子本就不安分，这下好了，把青儿也带坏了。古镜那是宗祠至宝，连祖宗的东西都敢动，这是要闯大祸的。那两个混小子一直就不安分，总想着偷村里的东西换钱花。青儿被他们撺掇蛊惑，平日里就总想着捞点外快，赚些轻松钱。我不是没管过，骂也骂了，劝也劝了，可他就是听不进去。我怕传出去丢了整个宋家的脸面，所以才一直瞒着，我不敢说。宋阳真，你糊涂啊！你真是糊涂透顶，一点虚名脸面，怎么能和几条人命、全村安危相比？这哪里是护短，你是闯下了弥天大祸！是在害青儿，害了整个村子！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
是我教子无方，是我心存侥幸，是我害了青儿，害了大家，要罚要杀我都认，只求您救救孩子。大小姐，此事求您发善心，出手救救青儿。不管您要什么，只要我有，只要我能办到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给您，我绝无半句怨言。不求无用，当务切之急，不是追究过错。这么大的村子，想找2个人简直大好针。我们该从何？古镜灵力波动上，我以灵力追踪他们的气息踪迹。事不宜迟，走。大柱和憋子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？这墓地荒废多年，平日里连白天都没人敢来，他们俩真是邪了门了。在这里。阳气尽失，神魂俱灭，已经没救了。是我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要是早点管教青儿，早点说出真相，他们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。贪图宗祠至宝，触碰邪祟古镜，这也是他们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求您救救他们，就算没救了，也求您想想办法，别让青儿也变成这样。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大猪和瘪子阳气被古镜吸食殆尽，回天乏术，但宋清被发现的及时，体内还残留一缕本源生机，尚有一线救治的机会。多谢江小姐，多谢江小姐，只要能不能救成，并非取决于我，而是取决于你。我不明白，我该怎么做？把真正的青铜古镜。这才是宗祠真正的青铜古镜。我藏了这么多年，就是怕它惹出祸端，可终究还是不好，这镜子要失控了。小心，这黑气离气极重，沾至即伤。这是古镜中封印的邪祟，蛰伏千年的镜中凶灵，终于按耐不住，要现身了。最后一枚玉符放在墓地正中央的破挂石上，快！都是你这邪物害了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蠢货，你们走开！快，打阵成，方能绝杀此良。是往生莲，
这身后好像是城南的聚宝斋拍卖行。先撤，返回宋家村。当务之急是救醒宋清。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能支撑施法吗？别为了旁人赔上自己。无妨，这墓地残留的黑气虽烈，但我已将其净化，眼下只需用那净灰配合符水，便能暂。嗡嘛呢叭咪吽。为他喝下，这是用古镜残留的煞气与镇邪符水调和而成，以煞攻煞，能稳住他体内溃散的生机，保住性命。啊！江小姐、江大少，多谢二位的救命之恩。杨真之前糊涂，险些害了青儿，害了全村，如今大恩不言谢，日后但凡有能用得上我的地方，万死不辞。宋阳真，此次古镜失窃，邪气外泄，惊扰先祖，更致使村民死伤，村落动荡。若非青灵小姐出手力挽狂澜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纵然你事后悔改，按我宋家族规，失窃宗堂重宝，隐瞒不报，当废去双手，逐出宗族，永不许再回宋家村。族长说的对，是我教子无方，心存贪念，又因脸面隐瞒真相，才酿成今日大祸。我甘愿受罚，绝无怨言。罚可以按族规罚，但眼下宋清刚醒，身体虚弱，煞气未除干净，必须有人贴身照料，片刻离不得人。此事暂且记下，待古镜风波彻底平息，宋清身体安稳，再按族规执行不迟。也罢，暂且记下此次责罚。你父子二人日后好自为之，切记莫再心生贪念，莫再触碰邪祟之物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。是，我父子二人谨遵族长教诲。那句话究竟是何意？小心！宋组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好好开车不行吗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刚才路边突然窜出条狗，我怕撞上，才急刹的，实在是意外。青离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我就说当初该跟着你们一起去，大哥你还拦着我，说能保护好你，结果你们还是受伤了。不行，青离，你快跟我去重新处理一下伤口。某些人啊，当初拍着胸脯保证，结果呢，连个人都护不住。还是别说话了，先顾好自己的断骨吧。思然，此行去宋家村，事情都查清楚了。传闻往生莲出现在城南的聚宝斋，下周会压轴展示。太好了，我们一定能拿回往生莲。2天后去拍卖会，这一次不仅要拿回往生莲，也要查清楚是谁在背后操纵怨灵，又是谁把老祖留下的那件古裙收好，锁在保险柜里。
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碰。那是桑家的念想，不能出半点差错。尤其是绵绵那丫头。哎，是族长。你们敢冻结我的卡，就别怪我自谋出路了。喂，我有一件祖传的古裙，想委托你们拍卖。对，是桑家老祖的遗物，你们过来看看，价格绝对能谈拢。这件瓷器起拍价200万。经理，这可是南宋时期的瓷器，我看挺漂亮的，老爷子肯定喜欢。要不区区800年而已，我200岁的时候就不玩了。别忘了我们来此的目的。好嘞。我没看错吧？堂堂江家，如今居然要听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指挥。我没看错吧？堂堂江家，如今居然要听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指挥。你怎么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？江家也是传承100年的名门望族，如今竟然沦落到让一个来路不明的村姑指手画脚，当家做主。这话要是传出去，整个上流圈子都要笑掉大牙。江家这是没人了吗？居然听一个小姑娘的话。可不是嘛，太掉价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江家颜面何存啊？怎么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坐在江家的主位上？我看你不过是从哪个穷乡僻壤跑出来攀附权贵的野丫头罢了。真把自己当成江家族长了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？桑明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我嘴巴不干净，我看是江家没骨气，放着自家族人不顾，反倒护着一个外人，任由他在拍卖行指手画脚。江家的脸都被你们这群人丢尽了。我说啊，这豪门圈的规矩也该改。他姓桑，桑家大小姐桑棉，桑影族长的独女，嗜赌成性，不学无术，在圈子里名声极差。我不管你是桑家大小姐，还是谁的掌上明珠，目无尊长，出言不逊，辱及他人门楣，以示失德。桑影教女无方，纵容女儿横行跋扈，今天我便替她好好教育教育你这个不争气的。你敢骂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村姑也敢直呼我妈的名字，摆主子架子！各位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接下来便是我们今天压轴前的最后一件展品，有请桑家传世古裙。桑洛，马上就是你的生辰了，为师给你做的这裙子可还喜欢？喜欢，多谢师傅。
师傅的手真巧，我要给这条裙子取名叫刘莹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的洛儿穿着它是这世间最好看的人。这件承载我和洛儿师徒情谊的礼服，竟沦为拍卖品。各位请看，这件云锦古裙，距今已有1000年历史。它是桑家老祖桑洛的贴身至宝，采用失传已久的天宫织锦及缂丝刺绣贴花于一身，是桑家的镇宅之物。没想到桑家居然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拿出来拍卖，也是一件极具收藏价值的珍品。桑冕，是谁把这条裙子推向拍卖行？怎么，破裙子你也认识？哼，不过是一条穿了几千年的旧裙子，还真当是宝贝了。要不是赌债压身，我都懒得拿出来卖。也就我妈和其他3大家族的老古董，把这些破烂儿当成个宝，整日守着一个死了1000年的老祖宗，天天拜祭，幻想着有一天的老祖宗能活过来，简直愚蠢到家了。你说她是破裙子，说4大家族是守旧的蠢货。这条裙子是我亲手为她缝制的，桑洛是我放在心尖上护着的徒弟，你一个后辈，凭什么这样谈论他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还敢胡言乱语？你当自己是老祖宗呢？那老祖宗死了1000年了，你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？我看你是攀附江家攀魔怔了，连这种大话都敢说。一个乡下来的骗子，也敢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！今天我就替江家好好收拾你！孽障，你还敢放肆！妈，你打我！谁让你偷老祖遗物去拍卖的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对老祖出言不逊，数舔望祖？我没有，是他先胡说八道的，他就是个骗子，徒孙桑隐，不保不立，教女无方，冒犯老祖宗，罪该万死，求老祖宗降罪！桑族长给那个村姑下跪了。爸，你疯了吗？他就是个穷酸村姑，你们都被他骗了！撕了你的嘴，让你再装神弄鬼！第1巴掌，罚你辱我江家不知礼数；第2巴，罚你偷盗祖产，目无家规；第3巴掌，罚你轻慢古群，亵渎传承；第4巴掌，罚你口出狂言，不敬先祖。桑洛是我弟，你是他后人，今日我便替桑逐出桑家。徒孙绝无异议，一切但凭老祖宗吩咐。不，我是桑家大小姐，你们不能赶我走！我恨你，但我死都不会放过你！主持人，在，老祖宗您吩咐。这件桑家古裙与本场压轴的往生莲，我一并拍下，点天灯。点天灯意味着不计底价，全额包场，无人可争。江家和桑家都认他，这哪里是村姑，分明是真尊。是啊，有江家与4大家族撑腰，谁又敢争？哎，这场拍卖会可以直接结束了。流萤古群往生莲，点天灯成交，恭喜江家！
桑影，留步。老祖宗有何吩咐？你可知我桑洛，你桑家的老祖，当年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果然知情。桑洛之死，绝非当年对外宣称的作画那么简单。老祖宗，此事事关桑家千年声誉，此处人多眼杂，实在不便言说，求老祖宗宽限片刻，晚些时候随我回桑家，我定将所有隐情原原本本告知您。好，若有半句隐瞒，桑家承担不起后果。世间竟真有此等至宝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。青离，这莲花看着是挺神奇，它的作用真有外界传的那样神乎其妙。阿恒，往生莲乃是至宝，岂能随意触碰？往生莲已到手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？深渊组织费尽心机觊觎往生莲，甚至不惜布下诸多圈套。可今日拍卖会从头到尾，他们没有任何行动，眼睁睁看着我将往生莲拍下。你的意思是，此事太过蹊跷，绝非巧合，他们极有可能是故意为之，就是要让往生莲顺理成章的落在我手中。故意？可他们这么做为了什么？暂时还猜不透，但可以肯定，这背后一定藏着他们的阴谋。管他们有什么目的，只要他们敢现身，我江家定让他们有来无回，自寻死路。静观其变，待我今晚去过桑家，查清一件事。桑家今日倒要看看桑洛之死究竟藏着何等秘讯。老祖宗，您来了。你身上沾了阴煞之气。老祖宗慧眼，此事与我接下来要带您看的东西有关，此处不是说话之地，请随我来。老祖宗，您自己进去看吧，桑家的罪孽都在这里。桑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桑棉的死，桑家到底隐瞒了什么？老祖宗，桑家，求你救救桑！果然是同一种衣裳。老祖宗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师父，救桑洛！
这不是洛儿，是黑气化身乱我心智。这字迹是洛儿的。危机已解，现在你可以把桑家隐藏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了吧？自从拍卖会结束，桑棉就变得不对劲，魂不守舍，眼神空洞，像丢了魂儿一样，嘴里反反复复，只念着一句阴主不灭，阳尊不升。我察觉他被黑气缠身，怕惊动旁人引来祸端，便偷偷将他留下，想自行化解煞气。可我修为浅薄，根本抵不住这千年阴煞。这3个人全都是被这条蛊群。自那以后，我便下令层层加派人手看守蛊群，就是怕再出人命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桑棉鬼迷心窍，竟偷偷将蛊群盗走。老祖宗，求您救救桑家！此群阴煞千年不散，再留下去，整个桑家都会覆灭。求您出手！这条裙子本是你们桑家老祖的遗物，而上面怨气的主体，我能清晰辨认出是洛儿的气息。即便时隔千年，气息微弱，我也绝不会认错。老祖宗明鉴！其实我桑家祖宗当年根本不是作画，是被深渊组织所害。4大家族之中，唯有桑家女子掌家，体质属阴，最易被深渊黑气侵染。当年她死状凄惨至极，桑家为保全祖宗颜面，只能对外谎称作画飞升，真正死因只历代族长口口相传。深渊，又是深渊，害我徒儿屠戮生灵，这笔血债，我清离定要让你们千倍万倍偿还。老祖宗，江家出事了。出了何事？深渊之人突然突袭江家，目标正是往生莲。如今江家上下死伤惨重，另外2位族长正在拼死抵御黑气，再晚一步，江家就要满门覆灭。好一个深渊，竟敢如此猖狂！立刻赶往江家！江家不是挺嚣张的吗？费尽心思才得到的宝贝，到头来还不是要落在我手里？你这畜生，放开我！放开你们，好让你们继续爱我的事。这东西，放开老爷子！有本事冲我来！冲你来？你也配？你们江家从头到尾都是一群废物。既然碍事，那就全都去吧。谁敢在我面前动手？他的，这碍事的臭娘们怎么来的这么快？江大小姐，哦不，该改口尊称您一声老祖宗。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潜伏江家，暗通深渊，屠戮无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我可得好好谢谢老祖宗您啊！若不是您一路引路，从公寓鬼市到桑家古群，步步步入局中，我怎能如此顺利拿到这至宝偶生莲？说到底，还是我主上圣明，算无一策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你们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死到临头，我便让你死个明白！从公寓开始，你所经历的一切，全是我主上布下的局。你的命运，你的徒儿，你身边所有的人，早就被我主上牢牢掌控，一步一步引至今日。一派胡言！竟敢乱我心智！今日我便将你碎尸万段，逼出深渊所有阴谋！想杀我，你还不够资格！快，趁现在掩护伤者撤离！放开我！我要留下帮清丽，我不能走！江家小子，你现在凡人之躯一个，浑身是伤，留下来只会拖老祖宗的后腿。你要相信他，王管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先走，才是帮他。不可能！我明明已得到主上赐予的力量，怎么会？青离，你连自己都不认识了吗？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千年来，我们本就是一体双生，同源同根。一派胡言！谁同你是一体双生？看来这千年时间，连你的根源是什么都忘了。也罢，本座便告诉你，你本是女娲补天神石的阳面所化，而本座则是神石阴面所生，二者同源双生，羁绊共生。这阴险狡诈的阴煞，休要胡言乱语！本座修行千年，乃是正道之人，岂是你等可以气敢相提并论的？你这魔障，正道永存！你不过是神石阳面的气运，承受着世人的敬仰与供奉，而我呢，我是神石阴面所生，是你千年以来积攒的所有怨念，凭什么你要至纯至圣，万人朝拜，我却只能被禁锢在黑暗之中，承受千年的孤寂与不公？神石阴阳调和，方能补苍天护苍生。你吸收怨念，屠戮生灵，早已背离天道，何来不公？我今日在此，必除你这孽障，还世间安宁。你太天真了，千年以来我一直忍，就是为了今日。你以为渡劫飞升是机缘？那是我故意引你去险地，让你受损，让你无法圆满飞升。桑洛之死，公寓鬼市，桑家惨案，每一步都是我算计好的，就是为了让你彻底堕入深渊，与我合二为一，那样我就能真正摆脱神识的束缚，独立于世。原来如此，原来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，害我徒儿屠戮无辜，这笔血债，今日我必讨回！大哥，借助往生莲去帮清理。清理，我来放你！尝尝我的宝贝们！姜思恒，你这个杂碎，我要杀了你！原来如此，同源相生并非只有对立，一味镇压只会让怨念更盛，唯有至纯意志，方能调和阴阳。清离，你敢！你想融合我？深渊之源，怨念所生，今日便让你归于正道，消散于天地之间。
王管家，你作恶多端，今日必受惩罚。有容，真，我对不起你们。青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深渊已灭，黑气消散，江家的危机也终于解除了。多谢老祖宗出手救我江家满门，也为桑家报了血海仇。这只是开始，1000年的恩怨即将了结，我们还有很长。好久不见，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很好，多谢大哥挂念。哥，青离人呢？从早上到现在，我都没见着他人影。是啊，好像从早上起就没见他人影了。我去找他。这才多久，就一时片刻离不开人了？年轻人嘛，小情侣很正常。你当年不也……啊！婚礼正式开始。老宋啊，这下你彻底放心了吧？你再笑，我就把女儿带回去。不敢，我这是高兴。请新娘抛捧花，传递幸福。恭喜这位幸运的姑娘！说要保护你。